看的大爷的嘴巴，我是谁和你呀？爱在开启小铃铛。终于等到微解封了，微解封轻旅行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穿越古今中外，一起穿越高雄10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景点。大家这2个月都非常的辛苦，每天都不能出去，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。但是我相信下个月就能解封了，我们一起穿越吧！这里就是莲池潭的龙虎塔了，真的是很难得有这种机会来到莲池潭，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现在还是封锁的，这个没有办法进去它的后面。现在要从龙的嘴巴进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老虎的嘴巴出来，这样才有身体健康。解封后可以来莲池潭玩这个很刺激的水上活动。莲池潭也是一个拍婚纱照很棒的地方呢。很久都没有出去玩，现在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高雄最大的孔庙，这里是它的大城门。孔子呢，可以说是我们在华人界里面是最伟大的一个老师了，他有至圣先师之称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全台湾最大的孔庙是怎么样子的，很漂亮，我们来进去看看长怎样。走吧。Let's go。我们绕一圈吧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没有解封，都不能进去，我们只能在外面参观而已。这边就是大城庙的主殿，孔子至圣先师的神位。现在只是微解封而已，室内都还不能开放进入，
我们只能在外面这样参观。旁边就是它的主要的弟子曾子神位，还有孟子神位在这边。孔子庙也是历史悠久了，这算是整个华人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庙。后面这一座是崇圣祠，这边是在供奉孔子的家人们，他的祖先5代内的祖先兄弟姐妹。有人吗？对，有人在家吗？没有啊。欢迎来到这里是逍遥园，这里有冷气，而且很凉。在这边的话是早期日据时代的时候，大谷光瑞来这边避暑的一个消暑胜地。看一下周围这边，以前这边全部都是甘蔗田，一栋房子都没有，整个这一带最高的房子。据说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在2楼这边可以看到屏东的大武山，是不是很惊艳呢？可以看到那么远的地方。2次大战战败之后，这个地方就被国民政府给接收了。南岛还有保留这种日式的建筑，而且它就在高雄的市区里面。那这个的话也是在几年前才开始修复，从2020年的11月才正式开放，可以让人家进来参观的。还没有来过这里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这里参观看看。可以进去了，大家来进去那我们进去看看大谷光瑞的这个豪宅。有什么东西好玩的？好啊。哦，这边是他们做饭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去做饭。那边洗菜的，洗蔬菜。以前的大谷光瑞的那些牛啊、军人啊，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做饭的。那这里是一个洗菜的区域，这边就是他们的炉灶了。在这边煮饭。吃饭了，今天吃什么菜？你那一盘是什么菜？你看这个。哦，蛤蟆、虾子。OK。我在拿东西。哦西。这是好吃的意思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的家，有钱人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大谷光瑞，他来这边是来这里消暑的。这边是大谷光瑞的寝室、浴室。这里是高雄最有特色的捷运站 Formosa 美丽岛站。这里装置4500片镶嵌玻璃艺术，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艺术装置，而且还是 Business Insider 收集了全球最令人惊艳的地铁站。
在来到了中央公园。我们看看中央公园的人潮如何。这边已经是高雄最热闹的地方了。哇，那么多人，看来已经真的是微解封了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快出来透透气了。但是基本上一些游乐设施还是都是没有开放的，可以让人坐在草皮上啊，还是骑脚踏车在公园里面玩耍，这项是允许的。只要是有戴着口罩就没有关系。这应该是今天出来看到最多人的一个场所了，不然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没有人的。这个是我们高雄最大的大楼，85楼。在这边，耶！虽然它已经荒废许久了，但是它还是在我们高雄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。不管从高雄的哪一个角落往中间看，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志的建筑。说它跟台北101还是同一个设计师设计的哦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85楼中间有一个洞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高雄的高啊？这个就是以高为设计为名的高雄85楼。这边是有钱人的俱乐部，没有在这里花个10几20万办一张会员卡是进不去的。雅果游艇俱乐部。来到爱河，可以来坐爱之船。晚上的爱河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浪漫。大家如果来爱河，可以体验这边的小船贡多拉船，非常的浪漫，漫游在爱河畔上。是不是长得跟澳门的威尼斯的船很像啊？还是说意大利的威尼斯船？贡多拉船，爱情摩天轮。美丽的爱河，最后就在美丽的玫瑰圣殿教堂做个结尾吧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